很多人用 Canva 只是用它来做社群图、做缩图、做简报，但是2026年的 Canva 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设计工具了。今天这期影片我会教你怎么使用 Canva 的表单还有 email 功能，来直接建立起你的 email 名单以及行销系统。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交换给你 YouTube 频道运营以及推荐给你一些实用的工具，像是 Canva。我每周会分享3部影片来帮助你少走弯路，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那在开始教学之前，我先用30秒的时间来告诉你什么是 Canva 的表单功能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直接内嵌在 Canva 里面的表单系统，你不用再去跳到谷歌的表单或者是 Notion 第三方的工具，这些你都不需要。在你本身的 Canva 设计里面，你就直接能够加入一个表单功能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用它来去收集 email 名单，你可以去收集课程或者是工作坊之后的反馈，以及客户的问卷或者是需求调查。如果说你有在做内容、卖产品或者是卖你的服务，那么这个是你每天都需要用到的东西。那接下来我就带你一步一步的去学会如何去使用 Canva 里面的表单功能。那这边呢，我创建了一个 Canva 的网站页面，然后我可以来到左边选择元素选项，这边找到表单功能。那这边 Canva 的表单呢，分为了不同的种类，像是商务类、教育类、活动类、意见回馈类以及其他类别。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想要的表单。那比如说商务类，我可以选择查看全部。那这个呢，就特别适合于你要去收集到观众的 email 名单，或者说让他们去加入你的等待名单，这些呢都是可以的。这边呢有不同的样式。那假如说我选择一个最简单的样式，在这边，现在呢我加入了这个表单了，然后呢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，挪动它的位置。现在我就在我的这个页面上面呢去加入了这个表单了，然后呢我就可以对它进行编辑。我可以选择上面的编辑选项，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选择这里面输入的信息是代表什么的。那这边呢可以选择让观众呢去输入他们的邮箱，那你可以把它变成中文也是可以的。那这边呢就变成中文了，然后底下呢你可以新增更多的选项，你可以加上简短回答，加上长答案、多项选择、合取方块、电子邮件、数字、投票、情绪仪表、线性刻度、星号评分。你可以根据这个表单你想具体用它来干什么，然后呢添加新的问题。那假如说你不只是要让观众去输入他们的邮箱，也想要去知道他们的名字，那你可以选这个简短回答。这边呢可以选择让他们输入名字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我的表单呢就变大了，所以呢需要去调整一下整个页面，这样观众呢既可以输入他名字，然后呢输入邮箱。那这边呢我可以调整一下他们的顺序，我可以挪动它往上拖，你就可以看到观众呢是先输入他名字，再输入他们的邮箱的。接着呢来到设定选项里面，你可以选择是否要去显示这个标题。那大家呢可以自行的选择是否要去显示这上面表单的标题，然后表单的标题呢也是能去更改的。这样呢我就更改了表单的标题了，然后底下的按钮的文字呢也是能去修改的。现在呢我就更改了这个文字了，这样呢我们就做好了我们表单的设定了。那对于这个表单的颜色呢也是能够去修改的，你可以选这个颜色，比如说把它变成黄色，你就可以看到就变成了黄色的表单了。然后这个按钮呢也是能够去修改的，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颜色，然后文字呢也可以更改，比如说变成一个红色，它就变成红色的了。然后这按钮呢可以稍微调节成其他的颜色，比如说这个颜色，你就可以自定义这个表单的颜色。然后这个文字的字形呢也是能够去修改的，你就可以看到去更改成这样的字形了。然后可以给它们加粗，就都变成粗体了。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选择预览，这边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这个表单作用。输入完成之后呢，点击这个按钮，这边有显示已储存回应，然后在这个回应里面呢去查看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有显示一个回应，然后回应者是谁，在什么时候去登记了表单。如果说你人数很多的话呢，你还可以连接试算表。如果说你是使用 Canva 里面的网站功能，然后搭配它的这个表单功能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发布网站。你可以选择去分享这个网站，然后呢，
这个表单就是能够去实际的去收集到观众的反馈的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当这些观众他填写了表单之后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？你总不能就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放着，对吧？那先讲一个很多人会误会的地方， Canva 提供的 email 功能不是说整张图片当成是 email， 而是真正的完整的 HTML 邮件，有文字、有按钮、有结构。这种类型的邮件 Gmail 是看得懂的，不会把它去放入垃圾邮件里面。那为什么你要在 Canva 里面去做你的 email 呢？首先呢，就是设计加上行销是在同一个地方的，你不用在你的设计工具还有 email 行销工具里面来回切换，所有的工作都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进行，你的思路是不会被打断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对不会写邮件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善的。如果你是那种看到画面才会写文案的人，那么 Canva 就会让你轻松很多啊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系统化，表单、email、连接、行动，这已经是最基本的能够运作的行销流程了。接下来我就展示给你如何去使用 Canva 里面的 email 功能。那现在呢，我来到了 Canva 的首页上面，这边呢你可以找到电子邮件，这里呢我就打开了 Canva 里面电子邮件的编辑器了。在左边呢，你可以查看到非常多 Canva 里面电子邮件的模板，你可以直接套用。那有些模板呢，它右下角是有一个皇冠的标志，就代表呢它是需要你升级到 Compose 才能使用的。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我的专属链接，是可以帮助你解锁 Compose 的30天免费试用的。我可以选择这个模板，那左边呢还会展示给你更多类似的模板。那这边呢我已经加入了这个我刚才选择的电子邮件的模板了，在这里呢我是能快速的去根据它来编辑的。在左边呢你可以选择元素选项，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加入页首，这边呢会有不同的页首你可以选择，比如说选这个页首，你就可以看到页首呢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这上面的文字呢你是可以去修改的，也可以呢选择加入页尾，这底下呢有不同的页尾你可以选择，比如说选这个，你就可以看到电子邮件的页尾呢就在这边了。还有其他选项，比如说你可以加入不同的按钮，比如说加入这个按钮，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按钮上面的文字是怎么样的，这边呢添加链接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呢我就有一个按钮了，然后这按钮呢我是可以拖动的，比如说放到这边，你就可以看到非常的快速。接着呢还有图示方块、资料行、亮部方块，你可以添加图像，这边呢有不同的图像我们是可以选择的，比如说添加个社群媒体的图像，调节它的大小，可以添加更多，调节它的大小，可以把它放到一起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呢就变成在一起了。然后呢你可以加入照片、加入视讯、加入动画、加入图表、加入试算表、加入表格，这些呢都是可以的。那也可以看到这些呢都是模块化的，你可以对这模块里面内容呢进行任意的调整。假如说我不要这个图形，我要去替换，我可以选择图片，然后呢替换其他内容，比如说我就加入照片了，这个也是可以加入照片，在底下这些呢也是可以快速的去加入照片的。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去根据 Canva 里面的模板快速的调整。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加号的标志，这是一个快速的操作，可以选择加入设计、加入标题、加入副标题、内文、表格、试算表、分割线、分页符号、检查清单、编号清单、资料行，这些呢都是可以的。比如说我加入两栏的资料行，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两个方块，这边里面呢我就可以去加入文字，然后呢这边我可以选择添加一张图片，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可以对这里面的信息呢进行编辑了。这上面呢可以对你整体的文案它的展示呢有一些调整，比如说这个版面配置间距，那这边呢是能够去调整资料储存格的间距以及呢资料栏的间距的。这个呢就是资料栏，你可以看到我进行调整的时候呢，它中间的位置就变大了，调小的时候呢它们就越加靠近。然后呢资料储存格的间距，你看到我这文字呢是有移动的，然后这个呢标题 H1 是最大的， H2 呢就是副标题的，我可以把它变成 H1， 你就可以看到就变大了， H2 呢就变成一个副标题的形式。如果说你想要去有一个醒目提示的颜色呢，可以选择这个颜色，然后点击它变成黄色，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就有一个醒目的提示颜色了。那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呢，就是你要去测试你的电子邮件，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传送测试电子邮件，这边你可以选择邮件的标题，然后收件人，在底下呢就可以选择传送测试电子邮件了。那这里呢就是传送给我的测试电子邮件了，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这样子的。那测试完成之后呢，如果说没有任何问题了，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，
然后呢，你可以选择下载，这边你选择这个格式 HTML 还有影像，点击下载，你就可以把这个邮件呢去导入到你的邮件营销平台上面了。那你也可以呢去选择去链接到你的 Gmail 里面，用你 Gmail 呢去发送。如果说你使用的邮件营销平台是 Mailchimp， 那你可以直接去链接你的 Mailchimp 账户，就可以去快速的导入到你的 Mailchimp 里面了，去进行接下来的邮件自动化营销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Canva， 并且能够解锁 QR Code 的30天免费试用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教程，你可以点这播放列表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想这部影片点赞，一定要记得对我频道追踪 IG。那我们下期片见，拜拜。